大家好，我是老宋。上一集結束了在高松的旅行，今天要从高松出发，跨越濑戶內海，前往對岸的港山線。5號站台，4點40到港山的快速。像這種雙層的話呢，它就是綠色車廂，就是一般的乘車費用的基礎之上，你要再外加一個附加的費用，就座位會比較舒適一些。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普通座位。哇，今天人好多，感覺都沒有位子了。因為港山本來有新幹線嘛，所以很多人可能坐了新幹線之後，在這兒轉車再往四國方向走，所以人真的非常多，而且今天是周日。1660塊。然後今天訂的酒店好像是在車站的附近，據說是從地下可以直通的，真的是可以從地下的商店街直接走過來。不過真的很難找，找了半天完全沒有任何指示。前台的話呢是在5樓。這房間還挺寬敞的，它的這個過道特別的寬敞，如果拿行李箱的話也可以擺得開。很多日本的酒店真的是完全擺不開行李箱。今天這個床還挺大的，這是雙人床。這邊是浴室、洗手間。窗外的景色還不錯，外面右手邊就是剛剛的港山站。今天打算從港山站坐車去附近的倉敷，很多人應該聽過這個地方，我倒是沒去過，所以今天順便去看一下。港山的整個車站的站台顯得特別的昏暗，哇，人好多啊！要坐的就是這輛車，怎麼這麼多人？人特別多，還好今天坐的時間不是很長。從港山過來真的挺快的，19分鐘就到了。非常神奇的是，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從這一站下車，不管是遊客樣的人，還是有一些穿西裝的，感覺看起來像上班族的人，也是從這站下車。不過遊客可能還是更多吧，畢竟這個地方真的是應該是當地很有名的一個旅遊地了，歐美遊客也很多。據說南口和北口兩邊，北口的話主要是奧特萊斯買東西的，然後南口的話是一般的觀光地，有那個水鄉坐遊船的地方。怎麼感覺天氣有點陰了？今天看的是晴天嘛，怎麼現在看起來天氣有點陰了？從這個大樓的建設，然後它的設計，應該可以看得出來，還挺長時間了。我估計是大正時代建的吧，我覺得這風格。真的突然天氣變冷了，今天早上還特別熱的，感覺陽光很強。現在突然間天氣陰了，然後風也吹起來了，稍微覺得有點冷。商店街現在唯一的好處就是它有頂棚，所以如果下雨的話就沒關係，比較方便。但是很多店基本上都關門了。這個地方還算好的，還有一些店是開着的，還算不錯，有一些可以逛的店。旁邊岔道的地方就冷清多了。這邊就可以看到有些這種古色古香的房子了。江戶風的老房子，還有這些老房子改建的，看起来就会比較新一些。
很多这种老房子改建的店，咖啡店啊，还有一些工艺品店。所以如果早上来得早的话，也可以在这边吃个早餐、喝咖啡什么的。然后也是，这应该是点心面包，很漂亮。虽然已经都12点了快，但是感觉很多店好像还没有开。基本上他们的营业时间都会比较晚，然後很早也就結束了。其實我覺得在這種地方開店也挺舒服的，他們就很晚，大概11、12點才開門，然後下午4、5點就關門了，一天也就結束了。我覺得這樣挺好的，搞得太晚的話，完全都沒有自己的時間。另外呢，其實港山還有一個地方叫備前，這個地方的瓷器，陶瓷器呢叫備前燒，也是日本6大古窯之一吧。所以在倉敷啊，包括港山啊，它都有很多這種備前燒的店，就賣一些這種當地備前窯裡面的瓷器吧，也算是很有名的日本的那個瓷器之一了。這棟老建築被改建為倉敷市的公民館、紀念修館。真的是氛圍還是很重要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每家店門口放一個大音箱在那邊播放大功率的音樂的話，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景象？整條街就毀了。然後港山的這邊，他們的牛仔啊，其實也挺有名的。然後像那個兒島那個地方都有牛仔一條街，所以他們很多店的話會賣一些這種牛仔的產品、衣服。旁邊的小街道的話，人就會少很多，更安靜一些。咖啡店也才剛開門，12點才開門，生活真的是挺舒服的。可以作者幫你講解一下當地的文化歷史，其實也挺不錯的，但是價格確實有點貴。倉敷這邊比較有名的是，他們這邊也有一個運河的，所以也可以稱之為水鄉吧。古街和水鄉的一個城市，一個小鎮，然後很多人會坐這個遊船，感覺現在好像應該是河水的乾涸期吧，基本沒什麼水，所以現在遊船應該也是不開的。岸邊倒是挺舒服的。然後倉敷這裡它還有一個牛仔的一條街 ，denim 的一條街。之前老宋應該也去過另外2個水鄉，一個是近江八幡，還有一個是左園。倉敷的話，如果大家就是來瀨戶內海這邊，如果不管是去高松也好，去港山也好，或者是去廣島也好，其實都還比較方便。
歸遊亭，這看起來是一家很棒的餐廳啊，至少環境应該很不錯。那我們在這兒吃午餐吧。不知道有没有座，有没有位子。环境很棒，给我整了一个特別大的桌子，可能外面剛好人都滿了。環境確實不錯，價格小貴，不過其實還可以吧。日式的這些的話，大概2000左右，2800。價格還行吧，算是比較正常。在這種地方，這樣的餐廳的話，這餐墊就很漂亮。點好餐上來了，直接就給你一個盒子，然後應該是有2層吧。很好看，我只能說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上齊了，然後還有米飯、煎茶，然後味噌湯，挺豐富的。這價錢我覺得真的還挺划算的，真的不算貴。日本是真的很喜歡每一種都很少量，然後呢弄很多種放在裡面。像這個應該是牛肉吧，然後炸雞塊，然後一塊魚，煎蛋卷兒，還有一些蔬菜。這邊的話呢，這是水果，然後還有一個，這應該是羊羹之類的吧，甜品，生魚片。哇，真的是，我覺得如果是想嘗試日料的話呢，這一盤基本上一般常見的日料的那些內容都在裡面，除了天婦羅沒有以外，大部分東西都有。味道的話呢，說實話，你不要期待太高，尤其是對中國人來說的話，這個口味其實肯定不符合大家的口味的。但是重在這個口感的豐富，然後呢食材的新鮮吧。很多人會說，日本這種料理便當很難吃什麼的，那跟中國菜確實比不了。但這就是它本身的一些特點嘛，重在食材本身的一些口味口感，然後另外就是當季的食材。這是他們的特色，然後呢，量少但是種類豐富，這也是一個很大特點。倉敷這邊呢，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就是大原美術館，但是呢，今天它是休館之日，我真的是跟休館非常有緣分啊，到哪兒都是休館。當然，它裡面也其實不能拍的，拍照也不能拍的，所以我其實也拍不出來。但是它裡面是可以看到那個莫奈的睡蓮的真作，就在這個裡面，也算是倉敷地區比較有名的一個景點了。今天是周一，大家盡量避開周一吧。旁邊還有大原美術館的商店和一個咖啡店。其實今天本來就在猶豫要去倉敷還是兒島，然後呢，最後還是選擇來倉敷了。但是現在時間還早，然後有那個直達的巴士，所以打算現在坐車去兒島那邊。主要它那邊有一個展望台可以看瀨戶內海的大橋的，還是想去看一下。車來了。到兒島站了，大概50多分鐘吧。但是我剛在車上查了一下，發現它這個地方租電動自行車的話呢，到4點半就結束了。現在已經快4點了，所以我覺得有點可能趕不及。然後另外去展望台的巴士好像一天也沒幾班，覺得今天凶多吉少，有可能去不了那個展望台了。兒島也是牛仔特別有名的地方。出站之後，它上面掛了很多的牛仔褲。剛問了一下，說是的確自行車的話呢是4點半結束，現在已經4點了，所以上去再下來的話完全來不及。最後那個工作人員介紹了一下，可以打車上去，然後再坐巴士下來，這樣的話就相對來說比較方便一些。打車的話大概2000塊錢。哇，這邊真是上來了，確實風景不錯啊。打車花了1900塊，坐巴士的話是200塊。
太陽快要落山了，現在還得等一會兒吧。今天天氣好，哇，真的很漂亮啊，完全整個瀨戶內海展現在眼前，底下還有遊船。瀨戶大橋和金門橋是姐妹橋，舊金山的金門橋。上面的話就只能是通過步行上去，車是開不上去的。環境是真的是相當不錯，很漂亮。這邊向下看到的應該就是兒島的市區，也是一個沿海的小城。瀨戶內海邊的小城，越往高真的是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再往前走一走，好像据说是它是6座橋连起來的，并不是一座单獨獨立的橋，然後連接了對面是板出市，它不是丸貴市啊，板出市。然後呢，這邊是四國的，這邊是岡山的兒島市，對面是四國的板出市。真的很漂亮，很值得大家有空來看一下。其實這地方也挺方便的，交通我覺得跟倉敷差不多，但是知名度確實沒有倉敷那麼高，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這個地方。從岡山過來也就不到半小時的時間吧，跟倉敷的這個距離差不多，或者從高松過來也可以，兩邊都距離差不多。我覺得某種程度上比倉敷的這個交通要更便利一些。看到這麼美的夕陽，也不枉費我臨時決定坐公車過來，然後再專門打車上山。順便說一句，如果來得早的話，可以完全利用公車上下山，也可以在 JR 兒島站租電動自行車來這裡，花費會少很多。回到兒島站了，接下來剛好趕上10分的車，然後回岡山，從岡山站再坐巴士去機場。車來了，這個巴士如果稍微晚一點的話，那就趕不上這輛車了，就要回頭坐特急車。這輛車稍微便宜一點，特急的話就會貴一些。嗓子有點啞。岡山縣整體氣候溫暖少雨，也被稱為晴天之國。雖然不算熱門，不過其實非常適合旅遊。如果是岡山市區，可以去看看日本3大名園之一的岡山後樂園，欣賞優雅而開闊的庭園景色，也可以順便走走旁邊的岡山城。不過我個人還是比較推薦今天去到的倉敷市，可以欣賞保存完好的江戶時代的白牆倉庫與運河風景，感受一下古街的氛圍。到岡山桃太郎機場，因為岡山是桃太郎的故鄉，所以它叫岡山桃太郎機場。這也是第一次來這座機場，又解鎖了一座新的日本國內機場。當然，岡山因為面向瀨戶內海，也可以乘船前往瀨戶內海的島嶼。如果有時間，也非常推薦可以到兒島來逛逛牛仔一條街，到展望台上來一睹瀨戶大橋的氣勢和壯闊風景。
感謝大家的觀看，祝你有一個好心情，我們下期再見。